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前情提要。TOD-22是众多平行宇宙中的地球之一，也是约翰·亨利·艾恩斯的家园。但这颗星球的走向发生了偏移，超人在地球人和克星人之间选择了后者，并发动了一场暴乱。地球无法抗衡如神明般的克星人，逐渐被灭亡。约翰的妻子路易斯牺牲，其加入的7734特别小队也全军覆没。他打造出了一身战甲，奋起反击，可行动并不顺利。最终，约翰逃离了 TOD-22，来到了绿箭宇宙后，为了阻止家乡的灾难重新上演，他选择与超人开战。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自己会败给两个孩子。乔丹和乔纳森及时驾车赶到救下父亲，约翰则被关进了国防部，即将迎来超人的审讯。对孩子坦白一切后，克拉克做出任何决定也不再隐瞒。不只是约翰，摩根·艾奇也是一大隐患。为了面对接下来的难题，克拉克和儿子们从球队请了假。他和乔丹徒手修着撞烂的汽车，一旁的乔纳森只能握紧扳手，帮不上任何忙。他有些失落，但没有说出来。很快，克拉克听到了山姆的召唤，他蹬腿上天，前往了国防部。而乔纳森跟随母亲调查起了约翰的房车，能力有限，他只想帮家人分担一部分压力。国防部内，罗塞蒂将约翰押送到了审讯室。超人已经等候多时，这个世界的约翰已经死了6年，他想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怎么来到这里。约翰不想解释，既然已经势如水火，那多说无益，他只是为了杀死超人而来。约翰提出要见路易斯，除了他，自己不会对任何人开口。此时，路易斯带着儿子走进房车，智障 AI 识别出了他的身份，主动曝光了约翰的所有秘密，已经可以肯定这家伙来自多元宇宙。当路易斯发现自己曾和约翰结为夫妻，还育有一女名为奈特时，勾起了他最难过的回忆。同一时间的克拉克也从其口中问出了这个消息，他和妻子取得了联络，另一个自己杀死了路易斯，而路易斯的另一个丈夫冲破多元宇宙来刺杀这边的丈夫。最关键的是，当下发生过的一切早在 TOD-22 上演过。或许约翰的想法是对的，未来充满不定数，奈特这个女儿的存在让他们都沉默了。斯莫维尔高中举行音乐比赛，升职加薪的拉娜抽不开身，那凯尔就承担起了陪练，也能好好陪陪女儿。萨拉犹豫该不该报名，正好遇到了归还球具的乔丹，他们聊起了音乐比赛。两个孩子都社恐，人多的地方可能都不敢抬头看人。搬来斯莫维尔后，乔丹自信了很多，他回想起小时候表演钢琴那会儿都要发疯。凯尔知道女儿常年自闭，他认为比起社交恐惧而言，终身的遗憾才是最可怕的。国防部内，约翰真就做到了闭口不谈，除了路易斯爱谁谁。山姆打算用些特殊的手段刑讯逼供，克拉克不同意折磨犯人的行为，但国防部不是他说了算的，山姆要亲自进去审讯。他在另一个世界是约翰的长官，也许会有意外收获，若不行再让特拉斯克去逼供也不迟。克拉克对军队的做法超级无语。乔纳森察觉到母亲有心事，便独自一人来到房车调查。他对素未谋面的姐妹道了歉，很遗憾没有成为家人。调查中，他看到了路易斯被超人焚烧的记录，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。画面中的人可是跟母亲一模一样的。为了平复心情，乔纳森四处摸索，意外发现了约翰的武器库。下一秒，智障 AI 检测到了入侵封锁的房车，启动了毁灭程序。听到房车里的动静，路易斯冲了过来，想要停止攻击，但程序已经启动，无法撤回。他急出了眼泪，连忙按下呼叫器。克拉克眨眼赶回到家中，将儿子死死护在身下。在确定乔纳森没有任何伤口后，路易斯这才大发雷霆。以往他从来不会对家人大喊大叫，这次愚蠢轻率之类的话全喷了出来，骂得乔纳森鼻子一酸。他只想帮上点忙，可自己又没有任何超能力。克拉克没有出口阻拦，他清楚妻子担心的是什么，所以想留给家人足够的空间。克拉克希望他能去找怀尔斯医生聊聊，有时候丈夫也不是万能的。路易斯前往了国防部拜访怀尔斯，并坦言自己言语过激伤害到了儿子。随着这些事情的进展，路易斯越来越失控，谈到乔纳森差1秒就出事，他当场抽泣了起来。为人父母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有状况，那是10月怀胎遭受痛苦才剥离出来的心头肉啊！而今天发生的事儿让路易斯无助到极点。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怀上奈特的时候，是的，他和克拉克曾育有一女，也正准备用祖母的名字迎接她，可15%几率的自然流产让路易斯碰到了，女儿就这么消失在了世上。今天对乔纳森暴走也是出于这种情绪，他无法再承受失去一个孩子。
爱奇能源公司外，凯尔兴奋地走了过来，迎面碰上了莱斯利。他今天和女儿合奏了一段音乐，让凯尔感觉像回到了从前。这不，打算带着录音给拉娜听听。莱斯利在一波商业互吹之后，重新对凯尔抛出橄榄枝：我们还是更希望你加入5员工。凯尔一脸懵逼啊，他闯进去询问拉娜什么情况，这才得知拉娜替自己做了决定，主动放弃了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凯尔当场心态炸裂，拉娜不敢和他说 X 课时的事儿，只能任由家庭矛盾产生。这么一来，下午的音乐比赛也无法参加了。观众席上，兄弟俩正在讨论另一个世界的事儿。乔丹得知哥哥今天下午的遭遇后，搂住他的肩膀发誓自己会一直陪伴。接着轮到萨拉的表演时间，父亲没有到场，他已经准备弃权了。从小就练过钢琴的乔丹直接申请出战社恐组合登台表演。对社恐者来说，能有一个信任的朋友陪着他们，都能反恐。克拉克重返国防部，山姆正在和约翰交谈。约翰还是那句话，除了路易斯，谁都免谈。山姆威胁他，我们要采取药疗逼出答案。约翰丝毫不惧，还直言说另一个你要善良得多。山姆已经嗅到了挑拨离间的味道，可当他听说地球会迎来一大批克星人时，心里还是动摇了一下。紧接着罗塞蒂押送约翰去牢房，半路被特拉斯克拦截。面对这2米大汉，罗塞蒂根本不怂啊！我要带走的人还没有人能拦得住呢。罗塞蒂爆发出了超人类的力量，约翰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万万没想到啊，罗塞蒂已经被改造了，他被径直带到了7734房间，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克星人地狱。赵旭俩又哪里想到这些？克拉克正忙着跟山姆争论，完全没有动用听力。山姆的意思是让路易斯过来试试，的确他也不想动刑，所以这才让罗塞蒂把犯人送进牢房。可世界面临危机不是家长里短的时候，很快警报响起，是约翰趁机触发的。山姆一听爆点就知道事情麻烦了，他不想让克拉克去救人，因为7734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就他喵的克什最多呀！克什刀枪剑戟生化手雷，总之克拉克进去九死一生。克拉克，我都要看看。他刚到7734房门外，所有的建筑都是铅柱，他失去了洞悉敌人的优势。进入房间，罗塞蒂刚佩戴好面罩，他毫不犹豫对超人释放了克什喷雾。这刚刚看完心理医生的路易斯就被警报吸引了回去，他找到父亲问清了一切。此时的克拉克已经极其虚弱，但中年超人已经有了反抗的能力。他救下约翰，再次对敌，回应他的只有连环克什喷雾。接着一发浓缩原味克星丸，剧烈的咳嗽让五脏六腑都疼痛难忍。克拉克屏住呼吸，捡起克星丸，冲着罗塞蒂的脸就招呼了过去。被扯下面罩的罗塞蒂也萎了，砰砰铁拳砸向了他。罗塞蒂顿感不妙，糟糕啊，克星强者恐怖如斯。缠斗中两人不分上下，可大超明显进食过多，更需一筹啊！一招鞭腿下车，让超人倒地不起。不料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只是转眼间，罗塞蒂死在了约翰手中。手中的克什毛如青青草原，插皮装面，瞄准了超人的心脏。肛门被踹开，军队一拥而入，包围了约翰。路易斯更是首当其冲，劝其投降。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但那一切和这个世界的超人无关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复仇，请去隔壁。眼前这个超人绝无蔑视之心。约翰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对号入座了，便放下武器，选择投降。良久之后，克拉克痊愈了。不得不说，7734房里的武器真的多啊。但克拉克也理解山姆的用心，他的职责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。但他没有料到浓眉大眼的罗塞蒂会叛变，他家3代从军效忠国家，怎么就突然成了克星人了？克拉克这才把 X 克什的事娓娓道来。显然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摩根艾奇，也许自己得跟约翰合作了。正如他所猜测，5员工在培训过后就要当小白鼠了。萨拉回到家，看着醉酒的父亲，一句又一句的道歉，说自己经历了多么糟糕的一天。而乔纳森目不转睛地盯着家门口的约翰，身后的乔丹早就陷入了钢琴的回忆。他们闹不明白，昨天还想杀死老爹的秃驴，怎么今天就化敌为友了呢？兄弟俩也没多想，父母自然有正确的打算。路易斯在这时候单独叫来了乔纳森，这照片是哥俩1岁时候拍的，那时他怀上了奈特，因为流产带来的伤害太大，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儿。一直以来，路易斯自认为迈过了这道坎儿。当乔纳森出事时，他又产生了这种恐惧心理，也说了些不该对儿子说的话。这里的确很戳了一点。I'm so sorry and I love you so much and I hope you forgive me. It's okay, I understand. 互相体谅的才是家人，而不是在矛盾之后错上加错。身为超人家唯二的2个普通人，路易斯希望儿子不是那个只能握紧扳手的人，而去当一个打破脆弱和恐惧、顶天立地的普通人类。
言罢，他走出了屋子，并叫来了超人。约翰没有再对他有敌意，同时超人也希望灾难来临之时，约翰能够帮助自己抵御外敌。可说忘记过去就忘记过去，谈何容易啊！约翰没有给出答案，他有很多话想要对路易斯说，可惜眼前这个并不是自己的路易斯，他决定不再打扰。回到房车后，约翰消除了关于卢瑟的档案，重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。他关闭了智障 AI， 驱车驶向了远方，也许有一天自己能够寻得慰藉。本集标题握紧扳手，而打动我的部分也正是这个扳手。一直以来，马桶台的剧都太想突出家庭这个环节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这群英雄二代们通常是年龄大点的熊孩子，往往成年人干的都是小学生干的事儿，说的话。相比之下，超人与路易斯让人感受到了家庭的真正意义。他们的孩子年纪小，但干的事儿说的话都是真正成熟且暖心。在和父母产生矛盾意见后，没有一错再错。乔纳森跟母亲和好的拥抱，如子弹出膛般的情绪，简单却又复杂。大超这俩儿子的确吸粉，特别是暖男乔纳森，没有超能力却让人很踏实。视频前我们也应该握紧扳手，用这个扳手去修复家庭的关系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本集也是有个有趣的地方，约翰手持克时矛对准超人，这不让人想起了 BVS 吗？当然了，约翰的母亲应该不叫玛莎了，在超女剧集中提到过卡德摩斯计划，说白了就是拿外星人做各种实验。想必接下来克星军团的研发过程少不了卡德摩斯的帮助。6年前他在萨斯卡切温省捡到一个神秘物体，当时我一直以为这就是 X 克什，但其实并不是，甚至颜色都不一样。而不出意料，约翰洗白了。鉴于约翰没有头发而又自诩钢铁之躯，我便赐他一名，老铁没毛病啊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